王支书，最新气象预警，3天内陛下强冰雹，我出3块1斤，全量兜底，当天限结。现在组织抢收还来得及。别听他瞎忽悠，谁要你在这装好人？3块，去年统收才2块8，这价确实不低呀。你是村里的代办周红对吧？有话慢慢说，我真是来帮大家避灾的。帮？城里潘老板给出5块5一斤，比你开的价高1倍还多，用得着你在这假好心？5块5？真的假的？这价比收购商给的批发价还高啊！潘明的收购细则你拿给我看看，是不是全量收所有成熟果？有没有签日制合同？10万定金打到村集体账户了吗？潘总是做全国高端商超的大老板，信誉响当当，用得着给你个外人看？我看你就是故意报假灾，想趁乱压价，赚我们农户的黑心钱吧？5块5，我种了10年樱桃都没见过这么高的价，真有这么好的事儿？是啊，去年最高才卖3块2，这价高的有点吓人啊。目前全国樱桃批发均价最高才4块2，他出5块5，连运输成本都覆盖不了，绝对有问题。谁信你的鬼话？等潘总的收购车明天开过来，你就知道谁才是骗子。空口无凭，你把合同和打款记录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只要是真的，我二话不说立刻走。大伙儿快进来啊！外来的骗子想抢生意，还咒我们村遭灾。人家出高价你还来搅局，要不要脸啊？就是，好好的晴天哪来的冰雹？你这不是盼着我们倒霉吗？我没有咒大家，预警是国家气象局官方发的，你们现在打开手机就能查到。今天这事没那么容易说通。我做生鲜供应链5年了，邻村石峪村的樱桃连续3年都是我收的，从来没欠过大家1分钱。5块5的价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你们千万别信，真等冰雹下来，蔬果全砸烂，半分钱都拿不到。去年我就卖过苏老板的收购点，早上拉过去的果，下午钱就打到我银行卡上了，确实没坑过人。张大爷说的是真的，我去年也听石峪村的亲戚提过苏老板。对啊，那5块5会不会真的有坑？别在这儿拿旧流水忽悠人！潘总的10万定金已经打我私人卡上了，谁信他的鬼话？以后潘总永远不收他家的果。真打了10万定金？那潘老板应该不能是骗子吧？真骗的话，犯不着打这么多钱啊！你把定金到账记录拿给大家看看，只要有官方凭证，我绝不耽误大家赚钱。私人银行卡记录，凭啥给你个外人看？你算老几啊？也配查我的账？苏总，预警升级了，气象局刚发的通知，还有提前12小时登陆，最多2天就到。预计强对流天气将提前影响本地，伴随短时强冰雹，请相关农户立刻抢收露天经济作物。现在信了吧？赶紧组织抢收，3块虽然不高，但稳拿现钱，总比砸烂了1分没有强。这预警年年不准，去年就报过冰雹，最后连个雨点子都没下，你少拿这个吓唬人。我昨天刷短视频也刷到官方预警了，真的要下冰雹。就算你们不想卖果给我也没关系，大家先把蔬果抢收出来，存到我石峪村的冷库里就行。我1分钱土储费都不收，等行情稳了，你们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我冷库就在山脚下，开车10分钟就到，现在拉过去还来得及。大伙儿听听，他这是想骗咱们的果存到他冷库，转头就高卖了私吞。这算盘打得我在村口都听见了。滚出去！
人家好心给你免费存果，至于骗你那点樱桃吗？想钱想疯了吧？我话放在这儿，3块钱的全量收购价，我给你们保留24小时。我把临时收购点设在石玉村的冷库门口，你们什么时候想通了，随时拉果过去卖，我当场结线。过了24小时，我就要优先收石玉村提前预约的果，没空再等了。要不我回去先摘2筐试试，万一是真的呢？总比到时候砸烂了强啊！你今天敢走，以后要是敢来我们樱桃村拉果，我就把你车胎扎了，把你车砸了，你信不信？他怎么这么不讲理？明明是为了他们好，反而被倒打一耙。周红，我最后劝你一句，现在拦着大家抢收，等冰雹真下来，你担不起全村人的损失。真下了冰雹，我自己担，用不着你在这假好心，猫哭耗子。冰雹将提前12小时登陆，预计2小时内覆盖樱桃主产区，请所有农户立刻避险抢收。快掉头回村！现在通知大家，抢收还来得及。你让我们进去，预警已经发了，最多2小时冰雹就到。现在抢收还能保住1半果。你还敢回来？我看你就是故意咒我们村遭灾，存心来捣乱的，说什么都不让你进。预警都发紧急的了，咋还不让人进啊？这不是拿全村人的收成开玩笑吗？你个老头子懂个屁！潘老板的收购车下午就到，等收完果冰雹才来，哼，用得着他在这瞎操心？王支书，紧急预警你也收到了吧？赶紧组织人抢收，最多2小时就下包子了。刚才周红给大家开了会，说预警是你找人造的假，就为了骗大家低价卖果。现在没人愿意动，我也压不住啊！你们村咋还愣着呀？我们村都抢收半小时了，晚一步手果全砸烂。苏总，现在怎么办？真要眼睁睁看这么1年的收获全砸了。先回石玉村的冷库，能救多少是多少。3元每斤的全量收购价，我延期到冰雹落地前。只要你们敢在包子下来前拉到冷库，我全收，当场结线。大伙儿别信苏泽发的短信，都是他伪造的。谁要是敢偷偷拉果去卖，潘老板到底信谁的呀？这要是真下包子，我1年的活就白干了；要是假的，我少赚好几万啊！小苏，乡政府刚打了电话，说冰雹马上到咱们辖区，让立刻组织抢收。我现在该咋办啊？你慌什么？潘总刚才给我发消息，他的收购车已经在半路上了，最多1小时就到，收完果冰雹才来，根本耽误不了事儿。乡政府肯定是听了苏泽的不实举报，你别跟着瞎起哄，耽误了大家赚高价，你担得起责任吗？你简直是胡闹！真下了包子，全村人的损失你赔得起吗？到底抢不抢收啊？给个准话行不行？我那8亩果全熟了，砸烂了我哭都没地方哭。就是啊，一边说要下包子，一边说高价收，我到底听谁的呀？听我的，出了事儿我全担。潘总的车马上就到，5块5一斤现结，大家回去等着就行。周红，事儿不对呀！我刚看了天气预报，冰雹覆盖全产区，之前说的5块5收不了了。潘哥，你啥意思啊？
你不是说收购车都在路上了吗？车是在路上，但价得改，8毛1斤，只收没有砸痕的好果，烂果我一概不要，能卖就卖，不能卖我就直接掉头回去了。我的娘啊！我那5亩樱桃全熟了呀，这可咋办啊？潘明刚才说收购价改成8毛1斤，只收没砸痕的好果，烂果他一概不要。我种了10亩樱桃啊，本来要给儿子娶媳妇儿的，现在全没了。周红，你个挨千刀的，你骗我们说5块5一斤，现在害我们1年的收获不瞧砸了，你赔我们钱！我那2亩樱桃是给孙子凑大学学费的呀，这可咋活呀？去找苏泽，他之前说要兜底收的，他肯定有办法。苏泽出来兑现承诺！5块5一斤收啊！之前人家上门劝你们抢收，你把人赶出去，现在闹啥呀？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他之前亲口说的全量兜底，就得按最高价收，凭啥不算数？兑现承诺，按之前的高价收。我找高速船，快窜！周红，你把钱钱了！我之前说的3元全量兜底，是收冰雹落地前抢收的无损伤好果，现在你们拉来的都是被砸得坑坑洼洼的残次果，市场价连3毛都卖不到，不可能按5.5的虚高价收。你们自己看看这果子，拉到菜市场摆摊都没人要，咋可能按5块5收啊？我们做生意也不是做慈善，总不能赔本赚吆喝吧？那我们咋办啊？我1年的投入全砸进去了，连化肥钱都赚不回来，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行不行？求求苏老板，我们也是被周红骗了，不是故意要来闹的。哎呀！大伙儿别信他的鬼话，他之前就是故意拿假预警演戏，激得大家不肯抢收，就等果砸烂了好低价收赚黑心钱。之前赶他走都是他自导自演的圈套。你凭啥录视频？是不是要恶意剪辑诬陷我们？你把手机放下！合着你是故意挖坑坑我们？太缺德了吧！我们的损失你必须赔！有话说话，抢东西算什么本事？你再闹我就报警了！报警！你仗着有钱有势，欺负我们老实农民！我也知道大家受灾不容易，我可以免费帮大家对接合作的果樟厂收购残果，1分钱中介费都不收，果樟厂给多少价我就给你们转多少，当天结现。果浆厂的收购价虽然不高，但总比烂在手里1分钱拿不到强。我奶当时就要拉果来卖，是你拦着不让，还骂我们家想赚黑心钱，现在怪人家苏叔。你个小屁孩懂个屁，别在这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拦过你们？你跟个孩子吼什么？他说的是实话。上周我要拉果去卖，你站在村口拦着我的车，说敢卖就取消潘明的收购名额，忘了？就是，当时我们要抢收，也被他骂了回去。当初我忽悠你们，你们不也盯着5块5的高价动心了？现在出事了，全往我身上推，凭啥呀？我们村当时听劝抢收的，现在都拿到现钱了，比去年卖的价还高。你们自己贪小便宜吃了亏，怪谁啊？怪人家苏老板好心提醒你们。周红肯定受了潘明的好处，不然犯不上这么帮他说话。残果卖给果浆厂，大概能拿到2毛左右1斤。要是你们愿意，现在就可以把果拉去过磅，我先垫钱给你们结现，不用等果浆厂打款。你之前口口声声说潘明给了你10万定金，现在他毁约坑了全村，你怎么不找他要赔偿，反而带着大家来闹我？冰雹是不可抗力，潘总也没办法，你是本地最大的供应链，就该担这个责任。
我担责任？我之前上门劝了3次，被你们赶出去2次，我该担什么责任？潘明给你发的微信，别把我供出来，啥意思啊？我说你当初拼了命帮潘明说话，合着是收了好处啊？把我们当枪使呢？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刚才说的蚕果2毛1斤是果酱厂的收购价，另外分拣出来没砸穿果皮的刺果，我按1块5一斤收，拉去做社区团购的特价果，尽量帮大家多挽回点损失。过码就结线，1分钱不欠你们的。嘿，1块5，你打发叫花子呢？之前说的3块斗底，现在就给这么点儿？你心也太黑了！1.5也不够啊！我10亩果才卖几万块，连化肥、农药钱都不够。我儿子下半年娶媳妇儿的彩礼还没凑够呢。你们也去市场打听打听，现在刺果的批发价才1块2，苏总给1块5，自己1斤还贴3毛，已经够仁至义尽了。他冷库今天要发3车货到上海，晚1天要赔20万违约金，咱们就堵在门口不让他发货，他赔不起违约金，自然会给咱们涨价。你们讲点理行不行？人家苏老板已经够让步了，你们还堵门，这是违法的。苏总，上海那边的客户催了3次了，晚到12小时就要扣20万违约金，咱们耽误不起啊！你今天不按3块钱收，我们就堵在这儿不走，谁也别想发货。对，不涨价就不让走。我最后警告一次，恶意围堵经营场所是违法的，现在散了。我刚才说的收购价还算数，再闹下去，我直接报警，所有后果你们自己担。你报啊！警察来了也得评理，你坑了我们全村的钱还有理了？大家别怕，他就是吓唬人。赔钱！别闹了，本来就是我们理亏，人家之前劝过我们多少回，是我们自己贪小便宜不肯信，现在闹到哪儿去都是我们没理。你们刚才说的话做的事儿都拍得清清楚楚，真闹到派出所，留了案底，吃亏的是谁？自己好好想想。苏总，之前咱们提交的周红和潘明勾结了的证据，市场监管局已经受理了，人已经在路上了，最多10分钟就到。我给大家10分钟时间考虑，要么同意我刚才说的收购价，现在就拉去过样结钱，要么我现在就报警，咱们到派出所慢慢谈。你还敢闹？要不是你收了潘明的好处骗我们，我们能有今天的损失？再闹我第一个带你去派出所。要不我们同意吧，总比1分钱拿不到强啊，1.5也比8毛好多了。确实是这个理儿，再闹下去真被拘留了，更不划算。你是潘明对吧？我们接到举报，你涉嫌串通村级代办欺诈农户，请你配合我们调查。哟，潘老板还真敢来啊！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之前吹的自己是大老板，现在看见监管咋跑了？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收果的，不知道什么欺诈呀。潘哥，你可来了！你之前承诺的5块5一斤，现在当着监管同志的面，必须给大家兑现，不然我们全村都饶不了你！大家看啊，潘老板就在这儿，他之前亲口说的5块5一斤全量收，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对，你当时让周红传话的5块5，说现结货款，现在不得不认账。我儿子的彩礼钱全靠这些果了。小詹，你有没有承诺过5块5的收购价？有没有签过收购合同？有没有支付10万定金？拿得出证据就拿出来。
我啥时候说过5块5啊？你们可不能听周红瞎说啊！潘哥，你咋都不认账呢？你亲口说还转了10万。什么10万？我从来没给你转过钱，你可别讹我。现在市面上蚕果就是8毛1斤，愿意卖就卖，不愿意我立刻开车走。有的是地方收果。大家冷静，大家冷静，有话好好说，动手解决不了问题。你他妈耍我们玩呢？骗我们不抢收，现在来捡便宜，你还是人吗？就是，害我们1年的收房重砸了。你今天不给个说法，别想走。你说你没承诺过高价，也没转过定金，那把你最近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拿出来，我们看看，有没有问题？一查就知道。我就是个小本生意人，哪会留那些东西啊？反正我没骗人，你们不能冤枉好人。拿不出来就是骗人。之前周红还说你打了10万定金到他卡上，现在咋不敢认了？合着你们俩合起伙来骗我们？对，刚才大强还看见潘明给周红发微信，让他别把他供出来，你们还想狡辩？别着急走啊，我这里有你和周红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你给周红转10万回扣的银行流水，还有周红压着乡政府抢收通知不发的录音，要不要我公放给大家听听？你凭啥偷看我们的聊天记录？你这是侵犯隐私！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骗农户的时候，怎么不想着隐私？你帮我把苏泽赶出去，10万回扣立马到账。等冰雹砸完果，咱们8毛收残果，转卖果蒸厂，稳赚。放心，潘哥，村民都贪小便宜，我忽悠几句就行，绝对没人怀疑。我他娘的真是瞎了眼，居然信了你的鬼话！你把我们全村人当猴耍呀，太缺德了！为了10万块钱，害我们1年的收获就砸了！还想跑？刚才不是说没和周红联系过吗？这聊天记录是假的。这是潘明去年5月12号给周红转10万回扣的流水记录，证据确凿，潘明涉嫌串通代办欺诈农户，按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万元罚款，罚款全额拨放给樱桃村，作为受灾低保户的专项补偿。我之前还帮着周红骂苏老板，我真是混蛋啊！对不起，对不起。大家以后再遇到这种虚高报价的情况，先去村委会问清楚，不要随便信外来果贩的空口承诺。有问题随时打市场监管的举报电话。是我鬼迷心窍，贪了那10万回扣，害了全村人。我对不起大家，我活该受罚。10万回扣我1分没花，都在这张卡里，我全交出来，给大家赔罪。钱交出来就行。骂他也挽不回损失，没必要。你虽然是从犯，但主动上交违法所得，后续处罚会酌情从轻，你也不用太担心。你呀你，放着好好的代办不当，非要赚那黑心钱，现在后悔有啥用？监管人员把处罚通知书给了村支书一份，说20万罚款会15天内打到村集体账户，优先补给张大爷这类受灾严重的低保户。苏老板，之前是我糊涂，跟着周红瞎闹，还往你这边扔烂樱桃，对不起，你别跟我一般见识。现在知道苏老板是好人啦？之前堵门的时候咋那么横？没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大家也是被人骗了，我不怪你们。大爷，您这是折我的寿，快别这样！我刚才和公司财务商量了，残果收购价从之前的2毛调到3毛，没砸穿果皮的刺果还是1.5元1斤，另外分解检出来的精品果，我按3元1斤收，拉去做高端礼盒，尽量帮大家多挽回点损失。所有果子过磅就结现，1分钱不欠你们的。苏老板，你真是活菩萨呀！这要换成别人，早记恨我们了，哪会帮我们到这份上？
我家那点残果，本来以为要烂在手里了，现在还能卖钱，我孙子的学费终于有着落了。苏老板，我代表全村老少爷们儿谢谢你，之前是我们糊涂，辜负了你的好意，对不起。都是应该的，大家能把损失挽回来最重要。我没脸再待在村里了，今天收拾东西，明天就去外地电子厂打工。欠大家的钱，我每月发了工资就打回来，慢慢还，还完为止。不用走，事情说开了就完了，没必要跑那么远。你之前帮大家跑收购、协调货车、谈价格，哪次不是办得妥妥帖帖？不然大伙儿当初也不能信你。是啊，我们当初也是贪那5块5的高价，不全怪你，你别往自己身上揽那么多。我知道错了，我免费给你打3个月工，分拣、收货、跑果园、核对产量，啥都能干，不要1分钱工资，就当给大家赔罪。免费打工就不必了，你对村里各家的果园情况、每户的产量熟得很，帮着组织大家分拣樱桃，统计受灾情况就行。你要是真改，我们老少爷们都给你一次机会，谁这子儿还没犯过错啊？以后别再贪那不属于自己的钱，踏踏实实的比啥都强。周围的村民也纷纷点头，说以前的事儿过去了就不提了，以后好好干就行。当天下午，苏泽就从公司调了5个熟练分拣员，2条可移动临时分拣线过来，免费给樱桃村用，还额外调了3辆冷院车在冷库门口待命，分出来的精品果、次果、残果，当天分拣完当天拉走，过泵就结款，绝不拖欠大家1分钱。苏老板办事真敞亮，换别人被我们那么闹，早记恨了，哪会这么帮我们？我们苏总做生鲜5年了，从来都是把农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然也不可能在周边几个村口碑这么好。本来以为1分钱都拿不到，现在还能拿这么多，我儿子的彩礼钱凑够1半了。统计受灾情况的时候，苏泽发现张大爷、李奶奶、刘叔3家低保户的樱桃几乎全被砸烂，连能卖给果账厂的残果都没剩多少，别说赚钱，连买化肥的成本都收不回来。这3家的果子，我自掏腰包，按1元每斤收。另外，每家额外补2000块钱的孩子上学补贴，钱现在就转。谢谢苏叔，我下半年去农业大学读园艺的学费终于凑齐了。好好读书，以后毕业了回来，帮村里改良樱桃品种，拓展销路，比啥都强。掏出手机给银行打了个电话，压低声音问自己的定期存款能不能现在取出来。别难受了，以后好好干，没人会怪你。这里是我存了5年的5万块钱积蓄，本来是留着给我婆婆做膝盖手术的，先拿出来给3家低保户当补偿。是我害得大家损失这么大，不然我这辈子都良心不安。你婆婆的手术等着用钱呢，我们哪能要你的钱啊？不行不行，钱我们不收，你能真心悔改，比给我们多少钱都强。以后踏踏实实干，比啥都好。不行，这钱我必须出，不然我这辈子都睡不好觉。你们就收下吧，算我求你们了。这钱不用给个人，我有个更好的用处。咱们村之前就是吃了信息不及时的亏，这笔钱刚好当村气象预警站的启动资金，买个专门的预警大喇叭，每户装个预警接收器，再采购一批防包网、防雨布，以后再有极端天气，第一时间通知所有人，比现在给现金补损失有用多了。对，这个好，以后我免费当咱们村的预警纠购员，24小时盯着预警信息，绝对不再让大家吃这种亏。这个主意好，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后咱们自己有预警，再也不怕被人骗了。我看行，集体再补2万，咱们把这个预警站建得好好的，以后咱们村就是全乡的防灾示范村。这钱花的值，比直接分个人有用多了。这是他出事以来第一次露出笑脸。
半个月后，樱桃村所有受灾的果子全部卖完，村民平均每户拿到的钱比之前预期的多了2倍还多。几家低保户拿到了专项补偿和学费补贴，个个都乐呵呵的。大家凑钱做了个烫金的锦旗，上面写着“良心商户助农惠农”。几十号人浩浩荡荡往石峪村冷库送。张大爷的孙子举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跑在最前面，脸晒得红扑扑的。苏叔，我录取通知书到了，是农业大学的园艺专业。好样的，以后毕业了回来帮咱们种更好的樱桃。苏总，你们和樱桃村的合作模式太好了，既帮农户规避了风险，又稳定了货源。我们想跟你谈谈全上的推广合作。我们村想签长期合作了，苏总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啊！等这边的事忙完，就坐下来好好谈。送完锦旗，苏泽当着所有樱桃村村民的面提出了33年保底收购的合作方案。我跟公司商量过了，以后每年的保底收购价不低于当年全国樱桃批发均价的90%，还免费给全村装气象预警联动设备，有极端天气第一时间给所有果农发通知，绝对不让大家再吃信息差的亏。签，必须签！去年潘明那5块5的虚高价，以后谁说啥高价我都不信，就信苏老板的稳当价。对，我们都签，踏踏实实拿到手里的钱才是自己的。虚高价再诱人也没用。我下午就召集全村人开大会，全票通过了，咱们就签正式合同，还要请乡政府的人来做见证。苏泽笑着点头，让助理回去准备正式的合同版本，把所有条款都写得明明白白，绝对不让大家有后顾之忧。第二天的全村大会开得格外顺利，全村126户果农全票通过了合作协议，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特意过来做见证，还带了全项助农合作试点村的牌子。樱桃村的这个合作模式是咱们乡第一个农户加供应链的稳定合作模式，以后要当成典型推广到其他10个水果种植村。咱们就是要让踏踏实实种地的农户能踏踏实实拿到钱，再也不用被投机果贩坑。我刚才把合同拍给我在外打工的媳妇儿看了，她说明年就回来种樱桃，不用在外漂泊了。樱桃村气象预警站今日正式启用，以后有极端天气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活了大半辈子，终于不用再靠天吃饭，也不用怕被人骗了。转眼到了次年樱桃挂果季，今年风调雨顺，坐果率比往年高了40%，比苏泽和村里签的3元保底收购价高了1.2元。4块2啊，比合同价高1块多，卖给他岂不是多赚好几千？4块2。去年潘明还出5块5呢，最后8毛都不给。你们小子没挨过坑是吧？虚高的价拿不到手里，那就是纸糊的钱，中看不中用。你撕我告示干啥？我出价比你们签的合同高，凭啥不让我收？我们村的樱桃早就和苏老板签了3年保底协议，不管你出多高的价，我们都不卖。去年我们就是信了你们这种投机果贩的虚高价，被坑的差点没饭吃，全村人的收获高砸烂在了地里，现在再也不上这个当了。我再给你们加2毛，4块4一斤，总行了吧？比你们的保底高1半还多。我刚才差点又犯傻，稳当拿到手里的钱才是自己的，虚高价再诱人也没用。万一你到时候又毁约，我们哭都没地方哭。对，我们就认苏老板的稳当价，你出再高我们也不卖。行啊，小子，这次没犯糊涂，值得表扬。离正式采收还有1周，苏泽公司的气象预警系统突然弹出红色预警，提示36小时内有短时强冰雹。周红第一时间开了全村的预警大喇叭，连独居的张大爷家都跑了2趟，生怕有人没收到消息。苏泽连夜从公司调了20个熟练分拣员，5辆冷院车驻村，全村人连轴转了1整夜，把所有已经成熟的樱桃全部抢收进了冷库，还给树上没熟的青瓜全都盖好了防雹网。搁去年这时候我早就哭了，现在有预警，有兜底，还有防雹网，啥都不怕。第二天上午10点，密密麻麻的冰雹准时砸了下来，打在防雹网上哐哐响，树上连半颗熟果都没剩，连一片叶子都没掉下来。刚忙完的村民坐在冷库门口，喝着热水，吃着包子，看着外面的冰雹，没人慌，大家说说笑笑，跟去年的慌乱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要是搁去年，我早就往果园跑了，现在心里踏实得很，啥都不用怕。冰雹过后，外地的樱桃因为受灾减产，市场价果然涨到了4.5元每斤，比往年高了快1倍。苏泽按之前签的协议，不仅按3元的保底收购价全额结款，还格外给每樱桃除肉每斤补赖价到了3.5分红，等于全体收益比往年没遭灾的时候还高30%。几家低保户的收入直接翻了倍。张大爷的孙子不仅凑够了学费，还拿到了苏泽公司发的助农奖学金，连生活费都够了，比我前年自己找果贩子卖多赚了3万。我儿子的彩礼钱全凑够了，还能余钱盖个偏房。我家多赚了2万，打算下半年买个小货车，以后拉果方便。樱桃采收完毕的庆功宴摆在村委大院里，
全村男女老少坐得满满当当，桌上摆着刚摘的樱桃和自家做的家常菜，热闹得像过年。乡政府刚颁的乡村及助农示范村铜牌挂在村委大门正中间，亮得晃眼。村支书拿着话筒宣布，今年村集体的分红要用来建老年食堂和儿童托管点，以后老人吃饭、小孩写作业都不用愁。稳当兜底，远胜啥虚高诱饵，以后我们就跟着苏老板踏踏实干。